本次影片开始前要事先声明，由 Dr. Pink Cake 制作出品的相关游戏真的很厉害，无论是 Acting Lessons 或是电击其上，但建模故事长度也大幅进化的 Being a Dick。而迄今为止 ，Dr. Pink Cake 的小黄油绝对是偏好后宫向的老司机，少数游玩后会为自己的贪心感到梦魇的作品。当然，下次我们还是照样谈，亦有可能一再上网查询这路线是否还有转圜余地的余音绕梁神作。又如果要选一支欧美 H game 入门神作推荐给朋友，则由 Dr. Pink Cake 开发的 Being a Dick 绝对是个好选择。它的剧情细腻且有场景探索以及收集要素，还有众多类型的小游戏，只是每款小游戏可能对应不同玩家的喜好。又出场的女角可谓是各形各色，可进一步互动的将近有20来位，每个章节还有角色的情感结算，也有着众多动画呈现。尽管 Being a Dick 的身材展现动画前期偏少，但光是该做的角色表情拟真变化就足以打动玩家。而经由上述延伸，倘若你第一次游玩的欧美小黄油就是 Being a Dick， 却也可能导致后续不良影响。毕竟当前 Dr. Pink Cake 的制作水准已形成这个游戏制作圈的一座高山，难以跨越。先从文本来说，即便我们不知道 Dr. Pink Cake 的作品是否总有悲剧收场，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由 Dr. Pink Cake 出版的剧本刻画总是令人印象深刻，里头角色的一颦一笑代入感绝对是小黄油中数一数二的。且作者还在本作中埋藏了不少关联后续的彩蛋，值得玩家反复推敲每个隐晦细节，因此想必细节控也能从中获得不少乐趣。再以游戏配乐切入， Dr. Pink Cake 投注了许多心力在本作的配乐选择上，同时还要因应配乐版权可能变更的影响，偶尔要替换游戏中使用的曲目，但这不影响游戏里头的旋律，也许就在某个你通宵奋战完以后的早上，便会不自觉地开始哼上几句。对我来说，这是从其他 H game 比较难获得的体验，只是可惜本作角色测测时仅有配乐带过，没有角色配音以及特效音。又虽然没有特效音，但它色色氛围地营造恰到好处，所以能适度弥补这部分遗憾。然后或许 Being a Dick 的脸模依旧不是人人都能适应，但它的脸模绝对已经相当趋近中文玩家喜好。同时，鉴于 Being a Dick 常被拿出来与其他欧美 H game 做比较，所以借由本片顺带说说为何欧美系的作品角色好像都四处打工。欧美做 3D 小黄油的制作组多半选用 Dart3D 提供的模板，并改造成符合自家作品需要的最终形象。稍微陈述一下我想说的之后，再回归前头提起的高山障碍。Being a Dick 是一部情感体验能让玩家深陷进去的拟真神作，也许游玩它之后口味会变得刁钻，但假如从此之后只以其标准来衡量其他制作组，主要问题在下一句，甚至借此评判起其他制作组的作品值不值得游玩，则难免忽略掉其他小黄油也努力飘散着自身独有的芬芳，期望能让市场更加壮盛。大家好，我是九龙，平凡的人读不凡故事。今天算是个人小黄油推荐介绍的一个补全，也因为该作实在太红，有着诸多中文译名，像是我在兄弟会的时光、我的大学生活、巅峰人生等等，并且借由本次影片正式分享由 V 大提供的简体中文化档案与影片描述栏。又这次中文化从第7章开始会出现未润色完全的繁体翻或极少数未翻译。而 Being a Dick 的故事描述主角出身贫困，由父亲单亲抚养成人。在这个过程里，主角父亲除了教导他为人处事的道理，同时亦教导了他一身武术本领，并且他还会弹吉他。然而终究小英长大了要独自是非，于是这套故事便是主角前往大学就读，并与该校5个学生组织兄弟会摩擦出各种恩怨情仇的搞笑热血作。又在他的生命里遭遇过那么多的角色，究竟谁才会是他的天命真女呢？至于 Being a Dick 的游玩体感，本作为选择导向制的视觉小说，你做过的选择都将逐步登载于手机内的各角色资讯栏位，让玩家可以直视自身抉择带来的影响力。而在本作，若你想攻略更多的画面，就不能通篇选择 Dick 选项，尤其关键抉择处。当然，若要取得更完整的画面，则要透过查找攻略以及
其加装 MUD 解决。但假如你不试图窥探天机，就很有那种模拟现实男女互动的氛围。你不能确定这球对方想不想接。然后本作 Steam 上官方贩售的攻略 DLC 算是比较微妙的产品，它透过游戏内额外展示类 PDF 图档，供你查找相关影响、金库密码、物件隐藏处等资讯。不过好像没有开包任务提示。而安装非官方版的 MUD 则支援即时提示，但会与简体中文化起冲突，所以就看有需要朋友自身选择了。然后若要游玩这只小黄油的话，建议静下心来跑。若想速成，则容易忽略掉游戏内一些精心安排的桥段，并且基于它内建的诸多解谜、收集要素，是以急于求成的话，就有机会收集第708弱。只是对我来说，单跑一次1、2季，则第2季最后的可选结果还蛮让我感到挫败的。且为了终局转折的到来，以及进一步了解更多其他角色资讯，那就势必得在日后择其套 check 线上诉。另以故事风格来说，这支 H game 的情绪表现多元，从令人揪心、中二搞笑、热血，再到成长时经历的酸楚感，本作多少均能感受到。又若你本身就是一个情感丰沛之人，则面临不同女角时容易花式晕船，不知从何抉择起。遑论该作透过支线打造每名角色的立体感，于是他们便真正的活进了玩家心力。而除了上述剧情以及配角的细腻刻画外，若单纯把 Being a Dick 归纳于后宫作品，则它与其他像是小黄油比较，却又常常提醒我们鱼与熊掌难以兼得这件事。最后我们始终要取舍选出本作众多的青菜萝卜中你最为偏好的那条线。在延续上述来说，它的游戏时长可长可短，花上10几个小时通关1、2季可能只是最基本的，有的老司机都贡献了数百小时给这只小黄油了。最后额外补充，Steam现行版本以外的最新第3季第9章将于欧美时间今年的12月16号于 Patreon 网站上首发。以上，谢谢收看本次影片。如果喜欢本次影片，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敬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鼓励我制作更多同类型影片。若对本次影片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九龙仔什么？我们下期再会。